1月8号，在乌克兰国防部的推特上披露了一张拍摄于巴赫穆特前线的照片。那么从图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荒地上布满了数以百计的小尺寸弹坑，红圈内则是横七竖八的俄军雇佣兵，场面是极其惨烈。那么究竟是什么武器杀伤效果如此巨大？目前巴赫穆特又是怎样的局面？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按照乌军国防部的说法呢，图片中阵亡的是大名鼎鼎的瓦格纳雇佣兵，他们在发动集体冲锋时被乌军打击。粗略估计，现场至少有50名雇佣兵身亡，整个小队全军覆没。那么如此惨烈的场面，并不是传统的迫击炮或者榴弹炮，而是乌军使用北约援乌的 M270 多管火箭炮发射的 M30A1 精确制导型弹药造成的。那么有朋友可能会有疑惑呀，就是美国不是只援助了 M142海马斯吗？这 M270 是从哪儿来的？实际上，乌军装备的 M270 并不是美国援助的，而是去年6月到10月底，英、德、法、意援乌的各型 M270，一共是16套。至于 M30A1 火箭弹，在去年10月份就有战场图片显示，美国向乌克兰援助了这款火箭弹。关于这款弹药的性能，部分朋友可能知道啊，这种口径227毫米的火箭弹，属于美军多管火箭弹药家族中比较新的一款型号。M142海马斯、M270多管火箭炮都能发射。不过，不同于乌军先前使用的独头弹 M31卫星制导弹药，M30A1是一种残暴的子母弹，它的射程呢在15到92公里，其战斗部内有18.2万个直径几毫米的钨合金预制破片，空爆后对步兵和缺乏装甲防护的车辆有极强的杀伤效果，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超大的散弹炮。综合来看，如果说去年6月份海马斯上场后呢，对俄军指挥所、弹药库等人员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那么乌军在战场上使用 M30A1 将会引起俄军一线士兵的恐慌。因为单从伤亡人数上来看，这恐怕是瓦格纳在巴赫穆特前线最惨痛的一次人员伤亡，并且乌军依托战壕和地形优势，让27个旅轮番进入巴赫穆特与俄军展开对抗。此举呢，相当于给俄军上演了一出车轮战。乌军只需要在战壕中通过无人机传递的视频画面，等到俄军走近之后，直接发射子母弹，对平原上没有任何防护的俄军展开袭击。这种战术能让乌军在节省炮弹的前提下，达到重创俄军的目的。但即便这样，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进攻巴赫穆特。此前大兵分析过，瓦格纳之所以猛攻巴赫穆特，实际上是因为有后续的作战计划的。他们希望通过拿下红利曼、巴赫穆特两地，形成夹击，拿下利西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最后配合伊久姆夹击斯拉夫扬斯克。但早在去年10月份，俄军就撤出了红利曼，如今的巴赫穆特也早已就成为孤立目标。表面看，即便打下来也没有什么大作用，甚至还会消耗他们的后续作战能力。那么，为什么瓦格纳一直死咬巴赫穆特不松口呢？最近，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叶夫根尼·普里格任再次发表声明，瓦格纳和俄军必须占领巴赫穆特。他解释称，巴赫穆特不仅是一座交通要害，同时还附近拥有矿山和地下交通网络系统，能够容纳大量的士兵在地下活动，易守难攻。那这就有意思了。谁都知道巴赫穆特易守难攻，或者说整个乌东地区都是如此。但是普里格任发表声明，还是在强调巴赫穆特附近的矿山。那么据了解呢，在苏联时期，巴赫穆特曾以酿酒厂而闻名，产业不算重要，人口也不算多，战前的人口大约7.3万人。但是它却坐落在一个巨大的盐矿上方，加上苏勒达尔盐矿、顿涅茨克2700亿吨的煤矿，这3个大项目的商业价值少说也有上万亿美元。尤其是顿涅茨克煤炭储量巨大，煤田面积足有6万平方公里。如果每年开采10亿吨，一年就可以创造1000亿美元的收入。现在瓦格纳集团的5万士兵一个月支出才不过1亿美元。因此呢，现在他们完全是在赌，把全部家当都赌在了俄军能打赢、能占领整个顿巴斯的基础上，从而获得巴赫穆特附近的矿山。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啊，瓦格纳的主业根本不是打仗，而是到国外去强占矿石、钢铁、贵金属、煤炭等资源。
而且他们非常害怕外界知道这一点。例如2019年，俄罗斯得到联合国授权，准许向发生战乱的中非派遣武官，但当时呢，俄罗斯没有派正规部队，而是派了瓦格纳。事后根据联合国调查发现，这些人呢在当地滥用暴力的劣迹多到让人发指。同年，3名俄罗斯籍的独立调查记者前往中非展开调查开矿问题。他们本打算从中非首都出发，调查东部班巴里附近的一个金矿。这个金矿呢，刚刚被政府军夺回，并交给了一家俄罗斯公司开采。结果走到半路上，却在途中消失了。事后，俄罗斯一再声称他们死于劫匪，但多方证据都指向了瓦格纳。另外还有消息源称，这3名记者的背后资助人其实是普京的对手，俄罗斯曾经的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很明显，他是想搜集瓦格纳集团的证据。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我们无法确认，但是大兵认为这事儿瓦格纳是真干得出来。原因在于呢，瓦格纳也并不是什么注册公司，而是从俄罗斯传统上的秘密组织发展而起来的。其内部呢还细分了很多不同的领导人和公司，经营不同的业务。1991年苏联解体后呢，俄罗斯失业的军人为了谋生，当起了寡头和政府单位的幕后黑手，执行黑色任务，例如行刺、破坏、窃取情报等。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中，瓦格纳首次出现。当时外界猜测这是普京统一散乱组织的措施，对他们进行了整编。所以瓦格纳本质上呢，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俄式帮派、俄式兄弟会，甚至他们还不受俄罗斯国内和国际法的约束，有自己的运作规则。例如2022年11月，瓦格纳曾公布了一段处理叛徒的录像。因此很可能像外界说的一样，他们去乌克兰那根本不是帮俄军打仗，而是去借机发财的。总而言之呢，论进攻的决心，瓦格纳是肯定有的，但就目前而言，他们似乎并没有实力攻下巴赫穆特。据8月份美军透露的消息，瓦格纳集团呢在乌克兰部署了约1万名正式合同的雇员和4万名囚犯士兵，但近6个月他们天天猛攻巴赫穆特，大兵估计这股力量呢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也许是俄高层考虑新兵训练不足、指挥系统存在问题等原因，并没有向巴赫穆特前线增援，瓦格纳仍然是进攻的主力。前不久，一些瓦格纳士兵在网上发布视频，抱怨自己没有炮弹，甚至爆粗口大骂普京。他们哪里知道，俄军自己的炮弹都不够用了。而在俄正规军眼中呢，自己是为国效力。至于瓦格纳呢，则是下三滥，他们是为了钱，为了矿，打心眼里瞧不上，所以也没打算帮他们攻打巴赫穆特。另外呢，在此前的俄乌激烈交战中，俄军数以千计的装甲车、坦克被击毁，前线上已经没有足够的装甲力量了，能够掩护瓦格纳集团发动步坦协同进攻，只能在后方炮兵进行掩护射击时发动轻步兵冲锋。这种情况下，这些雇佣兵们只能以轻型军用车辆甚至民用车辆代步，许多时候甚至还不得不因为路况太烂而徒步穿越乌东部缺乏掩蔽的农田和荒野发动进攻，这就给乌军手中的子母火箭弹提供了绝佳舞台。这次全军覆没的瓦格纳小队就是这么被乌军火箭弹给报销的。当然了，这种近乎用人命换推进的战术不能说没有用，但是效率着实低下。目前瓦格纳在巴赫穆特一线的推进速度已经降到了每天几十米的水平，部队还是在位于巴赫穆特的苏勒达尔西北约6公里的拉兹多利夫卡地区。别说何为巴赫穆特了，现在就连切断E40高速公路、削弱乌军后勤供应能力都没能做到。美国的战争研究所的数据也证明，已经有多名瓦格纳官兵表示，他们现在缺乏装甲车，缺乏武器弹药，同时也缺乏进行掩护射击的100毫米、152毫米大口径炮弹，很难突破乌军的防线。总而言之呢，现在的情况对乌军非常有利，凭借当地的地面攻势以及后方海马斯和 M270 火箭炮的远程火力援助，大多数情况下乌军只需要进行侦察和引导炮击，就能对俄军有生力量造成极大的伤害，没必要冒着巨大的风险主动进攻。此举呢，不仅让目前处于人困马乏的俄军更加疲惫，甚至随时还要提防乌军的子母弹的袭击。而且泽连斯基已经明确表态了，乌军就是要在巴赫穆特和俄军死磕，也就是说，
俄军恐怕没法指望乌克兰人不战自退。如果他们找不到破局的方法，那么冬季结束之后呢，乌军很可能会展开新一轮的反攻，届时俄军再度向后撤退的概率相当大。大兵认为，现在摆在俄军面前的选择只有2个，要么承认自己的失利，要么更换进攻方向，就此开启和平谈判。但这一点呢，泽连斯基肯定不会答应，整个乌克兰也不会答应。要么俄军只能通过集结更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以大量的人员伤亡为代价，一口吃掉巴赫穆特。但这种选择呢，对于现在本就糟糕的俄军士气和舆论环境来说也不太现实，毕竟他们很难再接受一场惨烈的伤亡。或许这也是俄高层迟迟没有派出动员部队发起2次进攻的原因。现在的巴赫穆特呢，就像鱼骨一样卡在了俄军喉咙里，无法吞咽，无法吐出，相当尴尬。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